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开始上课了。今天这节课呢是我们这个表格学习专题系列的最后一次课然后呢主要是讲这个关系表格学习。然后关系表格学习呢一般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relational table learning 那么首先我们想一下，这个在关系数据库中呢，它一般就是很多这种二维的这个表格来记录这个数据，或者说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一个数据单元然后呢，通过这种主件跟外件的关联关系，把这些二维的表格呢给关联起来，然后呢，它才能组成这种关系数据库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框架。而当前呢，这个关系数据库呢，仍然是占据整个数据库行业的这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应用这张图呢，是我从这个DB Engine 这样的一个网站上它是一个专门统计各种数据库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然后呢，这个数据来源呢，应该是25年的这个2月份的来源，还是比较新的基本上来说呢，关系数据库占到了72%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而且这个另外一方面大家现在也发现这个关系数据库它存在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现象，就是说有点像是尾大不掉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你像因为它原来就比较成熟，然后呢由于这些年信息技术的这样发展，其实它是一直在这个积累数据说白了就是这些数据呢一直在，而且呢一直在增加比如说像银行证券或者一些政府部门这种数据，它的数据量呢是一直在增加的而且呢它和这个整个业务的这个系统已经那个切合的这个非常的完善了比如说这个1970年左右呢，这个关系数据库产品陆续出现是吧？然后呢像一些银行一些重要的金融部门呢，他们就逐渐的采用这种以关系数据库作为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个信息系统，存储他们的各类数据而且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数据库的这个应用场景上呢，衍生出了它的各种交易还有一些这个财产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之类的所以说呢你说突然呢你让这家银行换一个这个数据库系统如果说它是同样是另外一个关系数据库比如说从这个 Oracle 的这个关系数据库转换成了这个 IBM 的这个关系数据库，什么 DB2 之类的，那么其实呢它们两个呢还都是关系数据库这样一个范畴，基本上是兼容性还可以就数据迁移还有这个对于这个业务场景的支持一般来说是大差不差的这个成熟的这个系统它还是可以迁移的但是你说我要把原来的这个关系数据库替换成其他的数据库比如说文档数据库，或者说这个图数据库，甚至是一些什么键值数据库，这个时候呢，首先这个数据迁移呢，因为它们的整个数据存储的这个结构跟范式是相差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数据迁移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更严重的事情，就是和这个业务的这个深度绑定那比如说原来的一套金融或者证件系统，它在关系数据库上运行的好好的，你突然给我换成一个其他的，比如说图数据库，那我万一出错了怎么办比如说人家做那个一些基金他投个10几个亿，然后做了些交易，然后你给他弄错了，那你说他的这些损失到底谁来承担呢所以说这个呢就变成了这个就会造成有点像这个关系数据库尾大不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关系数据库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演化发展虽然从这个操作界面上来看然后它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你想就有点像这个搜索引擎框一样比方从谷歌到谷歌诞生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
然后它的搜索框其实主页还是一个搜索框啊，但是呢，这个它背后的这个算法还有这个分析的这些技术啊，肯定也是一直在迭代的啊。那么同样的，这关系数据库也一样，目前来看它的趋势呢是，对外的接口尽量的保持和原有的这个一致性，然后它的底层呢，把它做成像分布式，还有这种高可信、安全之类的保障，也是一直在进行持续的提升和改进的啊。比如说那个我们这个阿里的这个 OceanBase 啊，他们就为了支撑像双11这种活动呢，它的这个吞吐量应该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就做了很多这种分布式的这样的一些处理这样的一些这个功能的这个增加那么像这个关系表格学习呢，顾名思义呢，就是说你给我一些这个关系表格比如说呢，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你给我这个3个关系表格，然后呢，这里面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主件跟外件的这个关系然后呢，我是希望呢，就是说你用一些这个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类的这个方法，直接就帮我去支撑起这个基于这种关系数据库的这些场景的各种应用比如说这种数据清洗或者数据修复甚至像一些这个问答系统像智能客服之类的那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回看一下这个给我们输入的关系表格，它的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其实就2块，一个就是每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单独的这个表格，然后呢还有就是表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因此呢，就是说做关系表格学习它的这个核心的侧重点其实呢主要就是聚焦于2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样能更好的建模这种单个或者说这多个表格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怎么样去建模，让模型去这个分析这些表格之间的这个主外件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关系当然呢，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信息系统能够完全自动的帮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这样来做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之前是学过关系学习也叫图学习的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来理解，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每一张表格中的每一行当做一个这个节点，然后呢把这个它们的这个主外件关系呢当做这种链接关系或者说是它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表格存储了这种节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例子这个呢是 IMDb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我们都知道这个 IMDb 它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电影评分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然后你像这个用户呢是可以给这个电影进行一个打分你看这里就是说这有3个用户呢，他对这个3个电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打分。然后，那么我们为了建模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场景呢，其实是可以用3个表来描述这样的一个场景第一个表呢，应该就是这个user table， 就是主要存储了这个用户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第2张表呢，应该就是这个movie table， 主要是存储了这些电影的这个信息。
然后第3张表呢，应该就是这个 rating table 啊，主要是存储了这个打分的这个信息啊。说白了就是它其实可以理解成是是一些这个3元组的这样的一个集合啊，就是一个 user ID， 然后 movie ID， 然后一个分数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关系表格学习的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样的一个这个图啊。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之前学到的这个关系学习，也叫图学习，它其实就是学习的这个节点以及节点之间的这个关联关系。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把整个这样的一个关联关系呢构造成一个这个 graph， 然后呢这些这个评分呢就是它们之间的这个边，然后当然有可能这个分数的这个值啊就可以作为这个边上的这个权重来使用。所以说呢，目前来说，如果呢我们要做这个关系表格学习呢，非常简单的我们就直接用现有的这些解决方案就可以了当然这个解决方案呢主要是来自2个领域一个领域呢是这个表格学习当然现在的这个主流的方法都是这个表格类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呢用这种表格神经网络呢来建模这种表格数据，然后另外一块呢用这个图学习的方法当前主流肯定是这个图神经网络一类的这个方法来建模这个表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目前来看呢现在的这些方法都是相当于已有方法这种集成，有点像拼凑似的。当然我相信就是后面因为现在这个领域也比较新，我相信后面应该有很多这种一体化的这个方法，说白了它自己方法本身就是浑然一体的，能够很好的处理这种关系表格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其实呢为了应对我们这个关系表格这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呢我们实验室也是开发了这个 Relation LLM 这样的一个算法库然后呢这个算法库呢当然这也是大家这个做大作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它呢其实主要包含3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呢是这个图神经网络模块，它主要是用来建模这个行与行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把行当做节点就是另外一个模块呢就是这个表格神经网络模块，它主要是为了建模这个单个表格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内容。好，然后呢其实呢大家用这2个模块呢应该就可以去解决或者说初步解决这种表格学习的关系表格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然后为了让大家比较好去使用这样的一个算法库我们其实也是进行了讨论了很久怎么样对它进行划分目前大家来看它其实就无论是 GNN 还是 TNN 它其实就包含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 transform 部分顾名思义呢它就是做了一些这个基础的这个变换，大家可以理解成某种意义上的这个数据的预处理比如说这个有些数据呢它要进行一个规划处理或者说有些表格数据呢它要做一些这个空值的填充它这些变换呢基本上都是一些不需要机器学习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呢直接进行一个相当于这2类数据的这样的预处理，我们统一的把它叫做这个 transform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个卷积模块分别是这个 graph convolution 还有那个 table convolution首先大家回想一下，就是我们在关系学习中提到的这个图卷积呢，它其实的含义呢就是通过了
从频域是吧转化成了空间域之后，它其实就相当主要聚焦于就是沿着这个图结构这个信息呢是沿着这个图结构然后进行这个传播的怎么样来描述这种这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沿着在图上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传播，或者说这个这个学习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传播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graph。然后对于这个表格来说呢，表格数据来说呢，对吧？它有行，它也有列，是吧？那么对于每一个样本呢，那么它的这个 convolution 呢，更多的指的是它们这个不同的列之间的这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交互，信息传递，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当时的这个定义也是参考了这个那个 CV 领域计算机视觉领域的 CNN， 还有这个图领域的这个 graph convolution 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我相信它应该也是可以从这个频域转化成这个空间域的这样的一些操作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table convolution。那么，既然它都是这个卷积然后里面呢，我们一般都会加上这个可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就是 W。然后那么因此呢，一般来说呢，我们来构建一个方法呢，就很简单。比如说你要是构建一个图神经网络方法，你就先 graph transform 预处理一下，然后呢，你往上面堆叠这个 graph convolution 这样的不同的这个层。比如说你要堆叠个2层，是吧？或者说你说我这个数据量大，我这个机器比较好，我堆叠个10层。你就可以进行训练了。然后同样的，对于这个图神经网络，我说错对于这个表格神经网络也一样你第一步呢，先做一个 table transform 预处理一下，然后后面呢，你就堆叠这个可训练的这个 table convolution 层然后呢，就可以去进行这个表格数据的这个分析然后呢，把它俩合起来，然后一般来说就可以来处理这种关系表格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当然这个中间呢，我们还额外加了个模块，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呢，很早之前，大概20年前左右甚至是30年前，就有人想去做这种关系表格数据的分析因为这个其实想法很美好，因为你想就是说信息系统就在那里，然后呢，关系表格数据就在信息系统里头，就是天天在支撑起整个的这些应用。那么我们如果能直接从这个关系表格数据中进行这个挖掘或者说智能，那该多好。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其实一直没有做好为什么呢？有人说呢，他说主要是在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问题因为深度学习原来没有爆发或者说没有广泛应用但是呢，大家想一想，就是在13年的时候，其实深度学习已经爆发了，然后到现在呢有12年了，它依然是一个，就是说这个表格学习、关系表格学习的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得很好我是认为就是说它其实是缺乏一些这个主要是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带来的这个能力，因为你想这种关系表格数据首先呢，对于这种表格数据来说呢，它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说这个异构性，就是说它的每个列它的这个信息内容差别就是偏差偏差差别非常大比如说这个列呢，有可能是你的这个 ID， 它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当然是它有可能唯一性是吧？当然有可能有些像我们的学号，它其实是蕴含了这个你的这个年份，还有你的这个入学的年份，还有你的这个院系然后其他的有可能有些这个姓名它呢有些人觉得没有什么信息，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其实姓名也有一些这个信息比如说像中国有些特殊的姓，比如说诸葛是吧？诸葛亮有可能和这个诸葛亮有点关系对，然后其他的后面的其
其他的一些列呢，比如说一些副文本列，有可能有点像一篇论文的摘要啊，或者说一个人的个人简介啊，它这些不同列之间的这个信息量差异非常大的，而且呢，它其实蕴含非常多的这个背景信息。而原来的这个方法呢，无论是浅层还是这个深度学习的方法，它其实是没办法很好的利用这些背景知识的啊。当然，现在大语言模型来了啊，它其实已经吃掉了，或者说理解了整个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语料库啊，人类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积累的这样的一些语料或者说知识啊，它其实是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潜力去理解这些异构啊，这么异构这种表格数据的这个内涵的啊，所以说呢，我还是对这个使用大语言模型来解决这个表格数据啊，或者说这个关系表格数据啊，我认为是一个必须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底层呢，一般就是这个数据引擎层啊，主要是就是说你怎么样从这个关系数据库中读，或者说关系表格数据中读，是吧？然后呢，有可能你要做一些这个图上的这样的构造，还有一些这个表格的这样的一个构造这样的一些操作。然后最上面呢，其实就是你怎么去用这几个模块？比如说你是简单的进行一个拼接呢，还是说你要做一些对齐呢？比如说你说我从这张表来的数据是吧，或者说信息和另外一张表来的数据，那它要不要做一些这个认知或者说信息上的这个对齐呢？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一些 Cochrane 就是有可能你来自这么几个地方的这个模型呢，它有可能要结合起来进行一起训练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操作我们是希望是通过这样的一个Pambana 跟 Cochrane 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使得绝大多数的这样的关系表格学习的这样的模型变得是可开发、可训练可使用。这个呢，也就是它的这个基本的这3个模块的这个介绍。好，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也是相当于是在经典的数据集上进行了这个增强和人工标注我们引入了这个3个数据集这也是咱们这个大作业所使用的这个3个数据集第一个数据集呢是这个 Table MovieLens One Mini它呢是来自经典的这个 MovieLens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MovieLens 大家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学术版的 IMDB那么它上面就有这个用户然后呢电影还有评分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这个3个表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表格数据的这个场景。然后这里面呢，我印象中是我们对这个Movie 然后进行了这个数据的这个2次抓取和增强。然后呢，这里面的这个任务呢是做这个表格用户表格上的这个年龄的这个预测。这里面呢有7个类，然后呢我们的 Training Validation Test 的划分都已经提前做好了。然后第二个这个数据集呢是Table Last FM 2K， 这个呢是经典的这个 Last FM 2K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Last FM 呢，它是你可以理解成是这个英国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网易云音乐或者 QQ 音乐这种感觉它这里面主要是这个用户还有这个这个艺术家对用户对艺术家的评分还有以及这个用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好友关系然后这里面默认的这个任务呢是这个对艺术家进行分类我们这里面这个类别呢是我们人工结合这个 ChatGPT 进行这个2次的标注得来的然后第3个数据集呢是Table ACM 12K， 这个呢是一个论文引用数据集。这个呢也是基于一个经典的数据集，然后进行了这个清洗和这个纠正，有些它里面的一些错误还有一些缺失的这个
表格类数据啊，我们都进行了这个2次抓取进行这个填充。然后呢，这个数据的这个任务呢是预测这篇论文发表在哪个会议上啊，大概一共是有这么14个会议啊。然后这个数据集呢，这个训练啊，然后验证和测试的这个划分呢，也是我们也都提供了，也都是固定的啊。然后这里呢是我们这个算法库里面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自带的这个关系表格学习的这个方法，叫做这个 bridge 啊。这个 bridge 方法呢，我们看它其实也是比较简单。一方面呢，就是你输入这个关系表格数据，然后呢，它开始分叉了。然后如果你呢是表格类数据，那么你就走一个这个表格的这样的一个encoder 叫编码器是吧？表格编码器，它一般就是用表格神经网络来构造的然后呢，你会得到这种表格的这样的一个嵌入。然后另外一叉呢，就是说你非表格数据其实在我们这个场景下呢，指的就是这种关系数据。那么关系数据呢，就直接就奔着这个图神经网络来了那么而我们前面的这种表格类数据，经过这个表格编码器之后呢，它变成了 embedding 之后呢，这两部分就可以喂给这个图神经网络进行一个建模然后呢，最终呢，你可以设计一个 loss function 然后进行整个模型的这个训练，是吧？从而去做你的各种像是这个预测类任务或者说分类，或者说是吧，链接预测之类的这个任务都是可以的。然后其实这里的这个非表格数据也就是说白了，这种行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用这表格之间的这个主外件的关系结合它们的这个信息，然后呢来进行的这个构造。然后这里面呢，我这里也是展示了一下这个 bridge 的这个伪代码，所以说我们看上面的这个例子我们也是能够明显的看到它其实就是引入了一个这个table encoder， 引入了一个 graph encoder是吧？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定义一个这个 graph encoder， 定义一个 table encoder。好，然后那个 bridge 呢，当然要把它进行一个初始化，然后后面呢在 forward 的时候呢，就是你让这个表格数据，然后呢就过这个表格神经网络，然后呢你就得到这个表格的这样的一个嵌入。那么你让这个把这个结果呢和这个和它的那些非表格数据的结果呢一起呢传递到这个图编码器的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对它们进行一个联合的建模。说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当然这个是伪代码然后那个在实际的实现中基本上你要实现的这个呢40行左右吧，这种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代码，你就可以去实现 bridge 这个方法当然如果呢你不用这个算法库，你完全自己去写这些，比如说这个图编码器还有表格编码器那基本上你有可能要写400多行的这样的一个代码。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实验的这个结果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然上面第一个是随机猜就不用说了，然后呢上面这3个呢基本上就是单表格的这样的一个算法，然后最下面是就是关系表格的方法。然后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它这种关系表格的方法相对于单表格的方法呢，它性能提升还是很明显的，大概是提升30%到300%左右吧。所以说这个效果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利用这种表格类之间的关系呢你应该是可以大幅度提升这种单表上的一些这个机器学习或者说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当然我们这里的这个任务啊，其实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它还是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这种单标签然后的这样的一个分类任务，然后类别也不是很多在实际应用中然后呢，像估计会有更多复杂的任务比如说你去预测一个用户他在30天之内的这样的一个所花的钱潜在的开销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电子商务领域他们比较热衷的事情。然后呢，你像在物流领域呢，你有可能要去预测这些产品的这个到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比如说现在中国很多这个汽车很多汽车行业尤其是那个汽车大公司，它其实比如说比亚迪，它其实就是它有很多这种零件，然后呢，它不光是自己在生产这些，它肯定也是会用一些其他厂商是吧，供应链然后呢去给它供货。那比亚迪呢肯定就是在想，那我怎么样让这个供货呢效率更高一点呢？说白了就是说，不要在我这产生这个库存的积压是吧？也不要让我造成我这个物料的这个缺少，比如说我缺乏这个是吧一个什么车载的芯片、音响的芯片是吧？你不能让我造成短缺，导致我这个车生产不出来，卖不出去这就是他们做那个物流，他们有时候想去做的一件事情。当然还有一些像生鲜领域或者说这种他们对时效性的要求也非常高比如说你这个物流有问题了，那有可能我这个东西就坏掉了，因为生鲜你今天卖不出去，你过个几天有可能就过质了，变质了，过期了，那么你肯定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对，当然我们这3个任务呢简单，它有个好处就是方便大家去理解，然后也方便大家去写代码去进行这个基础算法的实验验证我希望是我们先通过这种简单的这种好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设计一些非常高效的这样的一个表格学习的解决方案，然后呢再把它迁移到一些这个实际应用场景中做进一步的这样的优化。好，这个呢是这个网上开源代码，大家可以直接运行，然后这个呢是帮助文档。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思考一下，就是说未来做这种使用 AI 做这个数据挖掘或者说做机器学习，它的这个应用场景到底应该在哪儿目前来看，未来的趋势呢是数据湖data lake， 当然也有人把它叫做lake house， 这个呢正逐渐成为这个未来的或者下一代的这个机器学习的这样的核心系统。首先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历史就首先这个大概在20多年前呢，有人就那个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关系数据库也好，或者说文档数据库也好，它们都是针对于某一个特定的这个数据类型，它才能够处理。那么如果我要做数据挖掘呢，那我是希望呢，我什么数据你都给我然后呢我都能够进行这个存储是吧，甚至管理，然后呢做一个数据挖掘，提供这个知识然后给别人。那么因此呢，就是 data lake 数据湖这个概念就诞生了大概意思呢就是什么格式的数据你都给我都行无论是那种比较规整的这种表格数据，还是那种什么图片、视频这种这种非常不规整的，或者说都不叫表格数据那么还有像物联网数据一样时序数据你都给我我这个数据湖我自己来管，我从里面挖掘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当时他们遇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有可能你这些各种类型的数据来了之后，他们遇到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说不好管理了，比如说增删查找，就这种操作不好做所以说呢那段时间就很尴尬，就有些人就把它叫做这个
数据沼泽啊，不叫它这个数据湖了，叫它数据沼泽。然后呢，再往后慢慢发展呢，大概在这个10年之后呢，这个大家一直在改进这个数据湖嘛，一直在改进它。后来我们发现呢，这个数据湖呢，它慢慢变得好管理了。就说白了，这个数据的一致性啊，还有增删查找这种操作呢，都变得好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学术界有人呢就给他说，我们用一个新名字吧，我们把它叫做Data Lakehouse，就是说这个可以理解成它是新一代的这个Data Lake，它对这个数据管理能力呢比较强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变得就是非常好用了。就是说你这些不同来源比如说这个 IoT 物联网是吧，或者社交媒体或者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关系数据库你都可以往里面扔你都放在这里面而且呢，一般来说这个数据湖基本上都是结合这个云来用的因为云上的空间非常大那么它是可以放得下这种多元的这样的海量的这样的数据。然后这样放好之后呢，我们就希望从中拿一些这个比如说数据统计或者说这个机器学习或者说一些这个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报表解决方案，我们都是希望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想一想，那如果呢我们做这种在这个数据湖里面做机器学习，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是做这个关系表格学习呢？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想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湖里面存的是什么。这个数据湖里面呢，它虽然是多元的数据呢，但它基本上都是存成，它会告诉你一个格式，一般呢是 open source file format，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 Parquet 和 ORC， 它这个格式呢，这个呢是这个 Parquet 的这个格式长这样，这个是阿帕奇这个开源基金会所统一这个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格式，就是大家达成的这个一致的这样的格式。第一眼看上去呢，它的确有点乱了，但是呢，简单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这个2进制的这种列式的这样的一个存储。就说白了，它连续的一段内存，它存的是一列数据这样存的有个好处呢，就是说你去做这种按照列去算这个均值方差这种统计操作呢，就非常的好做这是这种列式存储而且呢，它一般为了处理各种来源的这种数据呢，它一般会做的稍微复杂一点，有点像字描述的那种感觉似的所以说呢那么我们想一想，它这种数据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这个分析方法呢？或者说它有没有可能把它转化成表格数据呢？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一般来说呢，你会得到一个非常稀疏的表格，而且各个表格之间它的这个列的名字肯定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做这种稀疏表格的这个管理也是国内外有很多这个初创公司在做。我相信后面呢做这种它这种基于这种 Parquet 和 ORC 的这个稀疏表格管理应该还会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表格之后呢，我们想一想，我们在 Data Lake 中怎么用呢？首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假设你原来就是单张表，你放进去之后，一般来说你不会增加任何新的信息，是吧？就是说这个它最多给你转成这个 Parquet 的，它不可能给你说我加这么一行或者加这么一列，就把你数据给改了，一般是不会的所以或者说你把3个这种关系表扔进去，它仍然是3个关系表，你能够完整的拿出来，你不可能说我给你改坏了那么就不能够做一些增量吗？然后目前来说呢，有一个增量是可以来做的，就是进行一个数据准备就说白了就是你给我一个目标表呢，以及它的任务呢，
我帮你找到一些关联的这种表格，比如说是吧，它是不是可以 join， 是不是可以 union 啊，或者说它是不是另外一张表的这个子表啊。当然这个例子呢，比如说上面的这个第一张表呢，它其实就上面这一排它是一个 join 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比如说第一张表是关于英伟达的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然后第二张表呢，它也是有英伟达这种公司，然后第三张表呢就是中国的一些什么阿里巴巴公司，然后呢它呢我们可以认为前两张表是可以 join join 完之后呢，你可以形象理解成它相当于横着拼，就是英伟达的这个列增多了然后第二张表就后面这张呢就没办法和第一张表进行横着拼因为它的这个主键值是不一样的。然后下面这个例子呢，就是这个可以 union 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通俗来讲呢，就是说它可以竖着拼，就是说这个样本数会变多。那么然后当然你像这个是否是子集有可能你的任务表是个小表是吧？你看你能不能找一个大表就是然后是包含这个子表的，那有可能你做分析就效果会好很多那么因此呢，就是数据湖里面的 machine learning 基本上可以定义为3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说用户呢要定义一个任务一般也会告诉你它的目标数据是什么然后呢，数据湖呢就肯定先把target table 给列出来，然后呢再帮你自动的去找一些关联的一些这个表格，然后呢把这些数据呢一块儿给扔到这个 AI 模型里面进行这个训练，然后进行这个使用这样的一个3个步骤。这个应该是这个未来这个基于这种数据湖仓一体的这个机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运行范式那么因此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刚才的我们讲的这个关系表格学习进一步扩展，把它叫做 Generalized Relational Table Learning GRTL。它呢基本上就是说我的这个关系呢，我不局限于RTL 中的这个主件跟外件的关系，而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复杂一点的，或者说在不同的这种键上进行 join union 或者这个 subset 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呢也是在构造一个这个data lake machine learning benchmark lake MLB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然后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关系表格学习，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或者说广义的关系表格学习的这些潜在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像自动驾驶当然现在有纯视觉的，还有一些像雷达数据是吧？但是一般来说呢，它都会进行一些预处理，然后呢存储成这种比如说它这叫路是什么，位置是什么这种可以表格化的这个数据。另外一块呢，你像这个数据集呢是这个中国的宇树科技所发布的这个数据集，然后呢在 Hugging Face 上，你看它这个发布的数据集本身就是表格类那么你想就是有可能一些自动驾驶公司或者说这种机器人公司，它有可能是一家公司有很多数据，那么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呢有可能一个部门有一部分数据，它能不能借助其他部门的数据呢或者说呢这家公司有可能去买一些数据是吧？那么它在训练一些模型的时候呢，可不可能把这些数据很好的利用起来这都是潜在的一些应用好，我们下课了。